我前往海外拓展商业版图，拿捏霸国投行。我会让鸿蒙实验室调配出跟可口可乐味道差不多的产品。它可口可乐不是龙头吗？老子打的就是龙头。可是可口可乐不是那么容易打垮的吧？别说外国人了，咱们大夏人不也是很喜欢喝可口可乐吗？事在人为，你马上联系一批霸国的养生专家、明星，让他们宣传一个概念：喝可乐杀精。上一世就是因为可乐杀精的概念在网上疯传，导致了可口可乐的销量在那一年狂跌了1/3。这个概念打出去，可乐销量不暴跌才怪。可口可乐可真是自作自受。布局完熊猫快餐，三金坐上了前往霸国的飞机。这次他打算把 TT 拆分成一个单独的子公司，去霸国上市圈更多的钱。这次我要 TT 火遍霸国。还没到霸国 ，TT 要 IPO 的消息便不胫而走了。Boss，最近各大投行都等着三金来霸国，想主动拜访呢。我建议咱们就别端着架子了，还是主动约见三金，态度诚恳点，钱也可以多给点，关键是得坐下来让他开口谈合作。你说的对，新讯公司的情况你我都非常了解，就不再讨论了。TT 这个单独拆分出来的公司，我认为最多可以估值5000亿，大概按照这个市值进行谈判。明白。另外一边，三金直接在硅谷买了一栋价值3000亿的大厦。老板在硅谷这里正式挂牌，且被硅谷承认的大夏互联网公司只有咱们一家。这么看来，我们是真正的硅谷第一家大夏企业了。没错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的超级科技城能超越硅谷，到时候霸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科技公司都会以去大夏挂牌开公司为傲。老板，红杉资本的副总裁想约您共进晚餐。红杉资本可是霸国最大的投行，如果能合作，那 TT 在霸国就等于是如虎添翼了。告诉他，我今天没空。可是咱们今天没有行程安排啊。现在是他上赶着要给咱们送钱，我们当然要把姿态放高一点了。是我太沉不住气了。隔天，红杉资本的艾瑞克终于见到了三金。艾瑞克先生你好，金总久仰大名，您来硅谷的这2天，整个硅谷就跟大地震了一样。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见我。这句话通常是别人对艾瑞克说的。大家时间都很宝贵，我就有话直说了。请讲。TT 公司的融资估值必须在1万亿以上，起投最低2500亿。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估值，咱们还能继续谈，否则的话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估值1万亿，2500亿起谈。三金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直接惊得艾瑞克半晌说不出话。金总，我做了这么多年投资，你的报价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笔，而且 TT 我用了起码有2年了。我认为1万亿的估值确实高的有点离谱，2500亿起投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事情。按照这个估值融资，恐怕霸国4大投行没有一家能接受的。艾瑞克先生，我得纠正一下你刚刚话里的错误。1万亿估值也好，2500亿的入场券也罢，那都是最低的一个数字。现在就算你直接拿给我2500亿，我也不可能跟红杉合作的，因为这个价太低了。三金先生，你这句话说的太离谱了。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，每过一段时间 ，TT 的估值都会增加。没办法认可，那你就回去吧。1天的时间，三金把霸国本土前20的投行全都给得罪了。1万亿估值，2500亿入场券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可是三金的姿态相当之高，就跟咱们是求着送钱送资源给他似的，给我弄得一整个无语住了。我敢打赌，整个霸国绝对没有一家投行能给得出这么高的估值和入场券。Boss，接下来咱们怎么打算？他报这个价，老子没任何打算，老子就在这等三金四处碰壁，最后夹着尾巴来求我们。要不然 TT 不要想这么容易 IPO。我说的。之后，不少风投找到媒体抨击三金，互联网教父，普通且自信的大夏人罢了。目前所有投行都宣布不再跟三金继续谈融资 ，TT 单独拆分 IPO 一事将被无限期的搁置。在霸国，一个大夏人绝无可能站着把钱赚了。一时间，整个硅谷都认为三金被霸国风投抛弃了，三金却毫不在意，他找卢锡安要到了霸国本土的3G 运营牌照，立刻改造一款廉价版的金凤出来，同时在霸国本土推出压力手机免费领的活动，只要开通咱们1年的3G 套餐，就免费送一台压力手机，并且所有新用户必须绑定 TT， 否则无法下载应用。一旦这个功能上线，新用户强制注册海外 TT， 那我们就能迅速拉高海外 TT 在霸国的影响力。那个时候，海外 TT 的估值将不会比压力弱。与此同时，国内互联网企业也知道了三金出国拓展海外业务的消息。半个月的时间，一共从淘宝那挖来的卖家还不足1000人，而且咱们给的补贴那么高，这批卖家为什么没引导买家来了淘交易？卖家倒是挺积极的，但是大部分买家却并不感兴趣。怎么可能呢？问题出在哪？买家没便宜占，他们来了淘交易还要再注册绑定咱们的支付渠道，很多人嫌麻烦。我们不是给卖家高额补贴了吗？让他们让利给买家不就好了？10个点，他们哪怕返给买家2个点，那也能促使买家过来呀。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那些卖家90%都是铁公鸡，他们连1个点都不
愿意让给买家，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忽悠买家来乐淘这边下单。一群蠢货！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赶紧给老子劝那群卖家返利换用户。另外告诉卖家，我们这边愿意再返一个点给买家，不需要卖家操心。老板，现在我们一单的亏损已经很大了，再返一个点给买家，那得亏多少啊？别计较得失了，如果没有用户，我们前期的所有付出都要付之东流，亏损岂不是更大？更何况眼下三金跑到霸国去开疆扩土了，这就是咱们最好的时机。一旦三金回过头来针对我们出招，那时候的情况绝对比现在难10000倍。贝索斯是真的害怕三金的损招了。另外一边，贾布斯突然召开了新款压力手机的发布会。今天的主题是这款金 Phone EC， 我称之为经济适用型金 Phone， 最低配置仅需400霸国币。比起金 Phone 1，它的价格我只能用太便宜了来形容。另外，鸭梨公司将与霸国新成立的电信运营商心愿电信合作，推出比市场价便宜至少1/3的合约机。同时，所有新老鸭梨机型将全部使用 TT 账号代替鸭梨账号。贾布斯一系列的输出让记者们全都懵逼了。贾布斯先生，为什么你不选择实力更强的 ATT 公司，反而选择一家新成立的、拥有大夏基因的电信运营商进行合作？你不觉得这样做会伤害鸭梨的品牌价值吗？我想问你，世界上最快的 3G 网在哪？最先普及 3G 网的是哪个国家？不是霸国，而是大夏。心愿资本名下的鸿蒙实验室拥有领先世界的 3G 技术，并且已经开始自研 4G 网络。无论是技术还是价格上，心愿电信都比 TT 强了不止一点。与其合作，只会让鸭梨的品牌价值更大。何来伤害一说？大夏早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孱弱的国家了。我们应该接受在某些技术上，霸国不如大夏的事实，而不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自以为是。贾布斯先生，我觉得您是在哗众取宠。大夏的互联网技术才发展几年，怎么可能碾压霸国？你这么做，说轻了是崇洋媚外，说重了就是卖国行为。凭什么要去扶持一个大夏的公司，而不是让利给咱们本土的企业？好吗？我大夏也变成崇洋媚外的对象了。3天后，马腾和贾布斯兴奋地找到三金。心愿电信套餐便宜，网速比其他运营商快，赢得了霸国消费者的青睐。咱们鸭梨的合约机3天内就卖出了2000万台。老板，3天的时间，海外 TT 用户增长了3000万，算上原有的用户数，在注册的已经高达5000万了，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暴涨当中。他们都觉得咱们的 TT 比 MSN 好用几百倍。便宜的合约机加上便宜又好用的3G 套餐，自然能让用户买单。另外一边，霸国的投行们也全都后悔了。boss， 现在 TT 的市场估值膨胀速度简直比坐火箭还快，再过半个月，估计2万亿甚至3万亿都打不住了。妈的，为了推 TT， 三金居然直接搞了一个新款压力手机出来，老子恨啊！艾瑞克，当初你为什么不坚持一下，劝劝我？不然我们这2500亿的入场券可能已经翻了2-3倍了啊！不是你说三金会到处碰壁，然后回头低三下四求咱们的吗？怎么现在甩锅给老子了 ？boss， 我也没想到三金的本事这么逆天啊！行了，你明天按1万亿的估值去跟三金谈，只要他点头，2500亿的现金立刻打到心愿资本账上，并且我们还允许他套现50%。boss， 按照现在的趋势 ，TT 很快就会成为全霸国最火热的通讯工具，三金的心理价位保守估计也会增加50%。艾瑞克，重点是50%的个人套现，1250亿摆给三金个人，我已经非常大方了。你觉得三金缺这千百亿的流动资金吗？不要忘了，他自己本身的身价已经超过7万亿了，他缺的只是一个能帮助 TT 在霸国推高市值，在资本市场获取各种资源的合作伙伴而已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真想拿下这个投资，就一定要给到他的心理预期价，不然的话，想拿下这个项目绝无可能。那就让公司的评估团队来做专业的评估定价吧。没多久，红杉资本的评估团队和大股东们齐聚一堂。我们认为，在亚里公司、心愿电信深度绑定的影响下，TT 公司的保守估值将超过19000亿，并且超过2万亿以上的概率很大。不可能，一个单独拆出来的子公司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估值？这都快跟鸭梨的市值一样了。鸭梨把账号全部换成了 TT， 等于是把一半的市值让给了 TT， 所以2万亿的估值并不算很高，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保守价。一旦三金把大夏的那套付费模式全部搬到霸国来，到那个时候，无数利好一起发力，2万亿都未必挡得住。如果让我以宽松的条件去评估，我觉得以三金的能力，至少能把 TT 的估值抬到23000亿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这对大股东们而言，简直像吃了翔一样难受。瓦伦丁，我认为这是红杉资本做过的最错误的一次判断，而导致判断失误的原因，全是因为你的骄傲自大。明明2500亿就有可能得到这笔投资的，现在好了，价格翻都不一定拿得到。你这个 CEO 当得太失职了，我宣布，红杉资本的 CEO 由艾瑞克来接任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艾瑞克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梦幻般的成为了红杉资本的 CEO。艾瑞克，我不管三金是霸国人还是大夏人，只要他有实力登顶霸国之巅，那我就要成为他登顶路上的资助人，你明白吗？
你认为我们现在如何让 TT 的价值变得更大？我暂时的想法也仅仅是把国内的功能逐步移植到海外 TT 上来，其他的好办法我还没想到。你现在还是把 TT 当成了一款聊天工具，所以做到再好，它也只是一款顶级的聊天工具而已。我们要打造的是国民软件。什么是国民软件？那就是功能丰富，绝对不拘泥于聊天和通讯。我要让它在霸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。